孩乖乖的在地府住到3岁半，就被他的冥王爸爸扔到人间，理由竟是冥王日理万机没时间带娃，让女孩自己去人间找个奶爸。她被送到孤儿院后，院长却很头疼，只因女孩白天睡觉，晚上特精神，还3天2头梦游，当天晚上还失踪了。院长跨越100多公里来到霍氏庄园，只见女孩正躺沙发上呼呼大睡，一个男人正坐在旁边看着她。近来情绪非常不稳定的她，此刻心里却一片柔软。奶团子是保安凌晨4点巡逻时，在后山的百年大槐树下找到的。华恩孤儿院院长宋清也说不清，这奶团子才3岁半，大半夜靠着2条小短腿，怎么跑来100多公里外的霍家庄园？霍秋令摸着奶团子软乎乎的小手，脑中有个声音在催促他将奶团子留在身边。他遵从自己的本心，以后这孩子就跟我住。院长一脸震惊，霍家作为华国第1大家族，不差钱更不差人，收养奶团子这是双赢。他在奶团子身边蹲下来，温柔地喊他仔仔。此时女孩睡得昏天暗地，昨天晚上跑得太远，这会儿还没缓过来，但还是努力掀起眼皮。仔仔，以后你和霍爸爸一起住好吗？女孩一脸茫然，霍爸爸是谁？自己有爸爸的？不对，冥王爸爸就是让他来人间找奶爸的。视线从院长爷爷身上转到霍秋令身上，心里有些疑惑，这个人类奶爸瞧着天命富贵，为嘛现在有英年早逝的征兆，而且极有可能在这2天出事？他声音奶声奶气，你要当仔仔人间的爸爸吗？霍秋令扬眉，人间。女孩非常认真的解释，对啊，人间，仔仔的亲爸在地府住着呢。霍秋令不由心疼起来，他将奶团子从沙发上抱起来，轻轻在他额头亲了一下，我要当仔仔人间的爸爸。太好了，仔仔在人间有奶爸了，可以让冥王爸爸到时候晚点再来接仔仔。霍爸爸，我叫明仔仔，不能改名字哟。霍秋令心疼他，奶团子可能不知道亲人在地府意味着死亡，总以为亲生爸爸还会来接他，不过他没戳破。好，不改名字，等100年之后再让仔仔的亲爸爸来接仔仔。明仔仔觉得那不行，在地府要500年才成年呢，要地府的爸爸500年后再来接仔仔，不然太早了，仔仔还没长大。霍秋令和宋清被他逗笑了，但之后又是满满心疼。霍秋令立马吩咐管家罗管家和宋院长去一趟孤儿院办理收养手续。他们刚走，妻子张宁电话打了进来，他接完电话后温柔地看着怀里的奶团子，仔仔，爸爸要出去一趟，你先在家里玩着。明仔仔明显感觉到新出炉的人间奶爸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，一把抱住人间奶爸的脖子，不要，仔仔要跟爸爸在一起，爸爸去哪里，仔仔就要去哪里。刚出炉的人间奶爸绝对不能就这么去地府报道。奶团又萌又软，和3个儿子完全不一样。霍秋令心软的不行，那跟爸爸一起走。在车上，仔仔用自己的气息将奶爸层层包裹，这样即便他睡着了，只要奶爸和他在一起就不怕出事。困得眼皮直往下耷拉，都要睁不开眼了。他还在倒时差，仔仔困了，一向不苟言笑生人勿近的霍秋令忍不住笑起来，睡吧，爸爸抱着睡。明仔仔奶乎乎的跟奶爸确认，仔仔睡着了，爸爸也会一直抱着仔仔吗？霍秋令笑着点头，会。明仔仔直接1秒入睡。霍秋令顿时一脸懵逼，温柔喊了2声，知道小家伙是真的睡着了。霍秋令一时有些哭笑不得。直到1个小时后，车子在医院住院部楼下停下来，霍秋令亲自抱着奶团子上楼。老公你来了。他是谁？张宁在看到霍秋令怀里抱着的奶团子时，瞳孔猛地一缩。霍秋令神色淡淡的解释，我刚收养的女儿。张宁目瞪口呆，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为什么？霍家作为华国第1家族，需要的根本不是女儿，而是儿子。霍秋令皱了皱眉，看到仔仔的第一眼我就很喜欢，你之前不是也说过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女儿吗？张宁脸色比之前更加苍白，掀开被子下床走到霍秋令身边，我能抱抱她吗？霍秋令点头，将仔仔递过去，但始终警惕地看着，怕张宁身体虚弱抱不住。张宁伸手接过仔仔的瞬间，视线不经意地从霍秋令右边耳后扫过，看到他耳后的细长的黑线快要变成一个圆圈，心里的不甘瞬间消散。现在对他冷淡没关系，等这条黑线绕成一个圆圈，霍秋令会彻底爱上他，因为他永远不会知道自己不是张宁，他叫张晶，是张宁双胞胎妹妹。他从小就嫉妒姐姐张宁，明明长着同样的脸，凭什么姐姐就能嫁给霍秋令，而他不行？3个月前，他和姐姐去看画展时遭遇车祸，姐姐张宁当场没了，而当时霍秋令在国外出差，他和父母联手将2人身份做了调换，他张晶成了霍秋令的妻子张宁。担心霍秋令察觉到异常，父亲找了大师，让他给霍秋令吃的东西里面做了手脚，也就是这个黑线。等霍秋令真正爱上他的时候，哪怕知道他是张晶，也会爱他爱到无可自拔。至于这个养女，既然霍秋令喜欢，那就先留着当个玩意吧。明仔仔察觉到不善的气息，本能的忽然睁开眼睛，其实他根本没醒，只是身体对自身本能的一种保护。冰冷的瞳孔看得张宁下意识松手丢掉，霍秋令反应极快，迅速将奶团子接住抱回自己怀里，看向张宁的眼神变得极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霍秋令总觉得自从那场车祸后，妻子有了些细小变化，而那些细小的变化让他下意识远离。张晶想到刚才奶团子阴冷恐怖的视线，顿时面色苍白，老公，刚才他忽然睁开眼睛，看起来好吓人。霍秋令不悦皱眉，仔仔睡得特别沉，他根本不信，他不可能看错。为了看得更仔细，他想再接过来时被霍秋令拒绝了，你身体虚弱，好好休息吧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抱着仔仔转身离开。张晶站在原地，眼底神色阴狠毒辣。霍秋令，如果早知道你会成为霍家掌权人，这门婚事怎么可能轮到姐姐？好在姐姐已经死了，我会代替她成为霍家夫人，等着吧。不出3天，阴森戾气随着他的恶念越发浓郁。
郁，这种气息却是明仔仔最喜欢的口粮。哪怕是在睡梦中，他挺翘的小鼻子忍不住动了动，小嘴还吧唧吧唧的，馋的嘴角有哈喇子流出来。霍秋令听着奶团子的声音，嘴角轻轻勾了起来。小馋猫做梦都在吃好吃的吗？明仔仔确实馋了，因为香味太浓，他硬生生被吵醒了。爸爸，仔仔饿了。整个走廊黑漆漆的，都快伸手不见五指了，还有无数的黑影从远处飘来。奶爸的身体机能明显在下降，他一侧头就看到了奶爸右耳朵后面一个即将变成黑圈圈的黑线。爸爸，你洗澡了吗？霍秋令被这话问得愣了一下。昨天晚上洗过，怎么了？明仔仔皱着小眉头，看着无数黑影搅成一团，然后拧巴拧巴，最后变成了极细极细的黑线，线的一头连着不远处一间病房那边，另一头就是奶爸耳后面。可是爸爸，你耳朵后面有黑乎乎的东西，我帮爸爸扣下来行吗？霍秋令有些惊讶自己洗澡没洗干净，宠溺的笑了笑。好，谢谢仔仔，不用谢，是爸爸现在在人间养仔仔，作为报答，仔仔也要保护爸爸。说完，手指一抠，就将陷入血肉之中的黑线轻轻扣了出来，然后团吧团吧，丢进嘴里，嗷呜嗷呜2口干掉了。霍秋令只觉得耳朵后面痒痒的，似乎有什么沉重的枷锁忽然没了，内心深处的戾气也瞬间消失无踪。仔仔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爸爸耳朵后面现在干干净净了。与此同时，不远处病房内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声。霍秋令皱眉，抱着仔仔迅速转身往回跑。明仔仔也好奇那些鬼东西为什么会一头连着奶爸，一头连着那边，一边瞅着，一边趁奶爸注意力不在他身上，张开小嘴嗷呜嗷呜，狂吞走廊上的鬼东西们。不过眨眼功夫被他吞噬得干干净净。然而病房里的惨叫更重，霍秋令怕张宁发病后情绪失控吓到仔仔，不得不在病房门口将他放下来。仔仔在外面等着爸爸好不好？明仔仔奶声奶气应着，好的，仔仔一定不乱跑。明仔仔吧唧嘴吃的正香着，一抬头就看到一个10多岁的大哥哥从电梯那边出来，正急匆匆往他这边跑来。站着别动，有危险。大哥哥将奶团子抱起来的瞬间，一股淡淡的味道飘到奶团子鼻尖，奶团子闻着味道还不错，猛吸了一口。阿嚏，这个喷嚏很大，仔仔大脑都有些懵，但他很快在大哥哥手腕上看到一串佛珠，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爸爸忙着工作，都没有时间给他普及基本知识。百明须连忙查看怀里奶团子情况，眼角余光扫向四周，发现从楼下感受到浓重阴气的走廊居然变得干干净净，阴森恐怖的气息也消失无踪。他下意识将怀里的奶团子抱得更紧，告诉大哥哥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正常人但凡碰到一点阴气都会出现不适，轻则大病一场，重则可能丢命。百家自古以来就有能沟通阴阳的能力，只是随着时代发展，大家认为这些都是唬人的东西。到了现在这一代，只有百明须生来就是阴阳眼，而且能自由沟通阴阳。明仔仔有些不好意思的指了指大哥哥手腕上的佛珠，大哥哥，仔仔闻着你手上串串的味道就想打喷嚏。说完又是一个奶乎乎的喷嚏。百明须低头一看，这佛珠他是出生时太爷爷送给他的礼物。见奶团子伸手揉鼻子，百明须没有丝毫迟疑，快速将佛珠手串取了下来，装进裤兜里。这样呢，仔仔还在揉鼻子，说话奶声奶气的，虽然味道还有，但是没有那么重了。阿嚏！最后百明须到护士站那边要了个塑料袋，将佛珠手串装进去后，仔仔才停止打喷嚏。百明须瞧着笑了，大哥哥叫百明须，你呢？奶团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明须哥哥，仔仔姓明，冥王的冥，仔仔的仔仔。百明须有些惊讶，姓明。明仔仔笑眯眯点头，这是爸爸取的，是不是特别可爱？百明须看着笑容软萌的奶团子，忽然觉得这个名字特别适合他，又萌又可爱。仔仔是和爸爸一起过来的吗？是啊，不过爸爸在那个病房里，病房里刚才有人在尖叫。百明须顺着仔仔看的方向看过去，而这个时候电梯门再次开了，卢院长带着几个医生护士急匆匆赶来，迅速进了那个病房。百明须虽然才10岁，但作为百家继承人，不仅贵气天成，而且非常稳重从容。仔仔，是不是你爸爸那边出事了？明仔仔摇头，不会的，有仔仔在，爸爸定会长命百岁。明须哥哥，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？我是来陪家人做体检的，就在楼下。其实他是察觉到顶层这边阴气大盛，急匆匆赶来救人，没想到只看到一个奶团子，而且阴气忽然消失无踪。他还是担心仔仔的身体，刚要试着动用阴阳眼看看仔仔身体情况时，病房门开了，仔仔迈着小短腿跑到奶爸身边，一把抱住霍秋令的大腿。霍秋令下意识弯腰将奶团子抱起来，视线落到百明须身上。百明须愣了一下，仔仔，你说的爸爸是霍叔叔？百家和霍家是世交，他没听过霍叔叔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大的女儿。是啊，爸爸是仔仔在人间的爸爸，仔仔自己的爸爸在地府呢。别说百明须了，就是后面的院长医生们都懂是什么意思了。这是奶团子的亲生爸爸死了，所以这是霍先生的养女。霍秋令神色冷漠，但提到仔仔的时候声音却非常温柔。这是我女儿叫明仔仔，刚办理领养手续。百明须想到爷爷说的张阿姨，自从3个月前车祸后就一直没露面，刚才又看到霍叔叔从病房里出来，他犹豫了一下开口，霍叔叔我能去看看张阿姨吗？霍秋令眼神闪过一抹厉色，声音还算平和，可以，仔仔也想看看里面的人，虽然现在危险已经解除，毕竟那人和奶爸之前命数变故相关。爸爸，仔仔能和明须哥哥一起进去看看吗？面对软乎乎香喷喷的奶团子女儿，霍秋令面色柔和下来，好，爸爸陪仔仔一起进去看看。张晶被打了安定睡着了，他面色比之前更加苍白，整个面容看起来也更加憔悴。仔仔看到女人的瞬间，脑中闪过他之前睡着时察觉到的阴气。爸爸这是谁啊？
霍秋令这才想起来，他还没跟女儿介绍家庭成员。仔仔，这是爸爸的妻子，也是你妈妈。仔仔从他的视觉看，人间奶爸这个妻子孽根深重，身上还背负人命。仔仔满脸不解地问奶爸：爸爸，你这么好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妻子？霍秋令愣了下，这样的妻子是哪样？难道妻子真的出了什么问题？这3个月来，他注意到的那些细微变化，其实并不是他的臆想。百明须不动声色动了阴阳眼，当看到张阿姨身上环绕的浅浅阴气时，霍叔叔，张阿姨最近有没有什么和平时不一样的地方？确实有一些，比如从前爱喝牛奶，现在非血燕不喝；以前喜欢画画，现在一眼都不看。他爸妈说是因为3个月前他和妹妹一起去看画展，导致妹妹出事，连画画也戒了。仔仔吸吸鼻子，然后打了个重重的喷嚏。百明须想到仔仔之前吸了他手串上的檀木香，也重重打喷嚏。他视线快速扫过病房边边角角，果然在窗帘下方看到一点点灰烬。霍秋令注意力被打喷嚏的仔仔吸引了过去。仔仔怎么了？爸爸，房间里的味道和明须哥哥串上的味道一样。仔仔闻着就控制不住的想打喷嚏。霍秋令忙将整个窗帘拉开，百明须手指沾了一些灰烬放在鼻尖闻了闻。霍叔叔，这是香灰。霍秋令想到了这段时间来，妻子总是说梦到妹妹小金在病房里给小金烧纸上香的情况。仔仔小姨出事当场死亡，你张阿姨和她感情好，所以经常在房间里给她烧纸上香。话是这么说，但霍秋令心里一直有怀疑。妻子性格温柔娴静，一直以来都非常明理懂事，哪怕这里是 VIP 病房，按照妻子的性子也不会做给亲人烧纸上香的事。但百明须忽然来了，而且还提到了香灰，事情绝对有问题。霍秋令自然知道百明须有常人没有的本事，从前他不信那些，但现在似乎由不得他不信。想到这里，霍秋令缓缓开口：明须，你仔细看看，我先带仔仔出去。霍秋令看得好笑，仔仔是对香灰过敏，仔仔觉得应该是吧，于是乖乖点头。爸爸，你们有宝宝吗？霍秋令想到了3个儿子，眼眸深处多了几分满意。仔仔，你还有3个亲哥哥。仔仔更纳闷了，亲哥哥？可是爸爸，里面的那个阿姨因为孽根深重，注定命中无子啊。霍秋令心头狠狠震了下，你说他命中无子？仔仔忙不迭点头。既然选择了这个人间奶爸，仔仔知无不言，我肯定不会看错的。霍秋令惊疑不定，眼角余光扫过四周，好在四周无人。他抱着奶团子到了隔壁休息室。仔仔，能告诉爸爸你刚才进去看到了什么吗？仔仔看爸爸非常谨慎小心，歪了歪脑袋看看左右。他想到自己从地府来的，而面前这个是人间奶爸。记得冥王爸爸说过，不要吓到人类。于是奶团子绞尽脑汁表达自己的意思。爸爸，仔仔看到那个阿姨背负人命，爸爸周身清正，和那个阿姨应该不是一家人。霍秋令顿时一脸懵逼，所以仔仔也有一双阴阳眼。又想到了仔仔出现在大槐树下。仔仔，你是怎么从孤儿院到爸爸的家里来的？仔仔嘿嘿笑起来，我从电视上看到庄园里有一棵大槐树，仔仔最喜欢槐树了，就趁院长爷爷睡着了自己找过来的，真是个胆大的仔仔啊。霍秋令捏捏奶团子肉乎乎的小脸颊，又宠又后怕，也不怕被人拐走。仔仔傲娇的挺了挺小胸膛，拐走了也不怕，仔仔人缘特别好，很快就能找回来。游荡在人间的冥界居民不少，而且现在是7月，冥界居民更多了，真要被拐走了，随随便便就能让那些居民将他送回来。霍秋令嘴角抽了抽，看把小家伙能耐的。想着仔仔也有一双阴阳眼的事，霍秋令皱了皱眉，压低声音嘱咐他：仔仔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除开爸爸和明旭哥哥，别人都不能说，知道吗？仔仔虽然不明白，但还是非常乖巧的点头。爸爸，仔仔知道了。霍秋令余光看向墙壁，想着病房里的妻子，那个人应该不是他妻子张宁，而是车祸当场身亡的小姨子张晶。霍秋令眸色沉下去，抱着仔仔出了休息室。正好百明须从病房出来，霍叔叔，张阿姨确实有点问题。霍秋令立即带着2个孩子离开医院，来到张晶墓碑前。霍秋令冲百明须点点头，百明须轻轻嗯了声，围着墓碑转了一圈，指尖在额前轻轻划过。阴阳眼打开后，向来沉稳的百明须都被吓了一跳，好多阿飘。霍秋令连忙拿出一只手扶他，难道事情比他想象中的更难办？百明须表情有些一言难尽，没什么事，就是围观的群众有些多，我第一次遇到，被惊到了。霍秋令快速看向四周，这是一个占地上万亩的墓园，那些东西多不稀奇。现在不是白天吗？百明须也纳闷呢，不知道，但他们能出来的似乎都出来了，而且都在盯着我们看。百明须仔细看了看，坏了，霍叔叔，他们似乎是在看仔仔，而此时仔仔还在奶爸怀中睡觉。霍秋令面色冷下来，跟着气场全开。百明须毕竟年纪小，用阴阳眼时间不宜过长，否则气血两亏。他又看了一眼张晶墓碑，确定这边确实什么都没有后，果断关了阴阳眼，所以没有看到那些阿飘溜哈达子的表情。阿飘们在七嘴八舌聊起来，那是仔仔吧？对的。哎呦喂，大老板忙得连带女儿的时间都没有，所以直接把女儿送去人间找奶爸了。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哎呀，很久没有看到仔仔了，好像更可爱了，好想吧唧一口呀。仔仔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不过太困了，实在没精力打招呼，继续呼呼大睡。百明须确定情况后，冲霍秋令摇摇头，霍叔叔，没看到张阿姨。霍秋令并不意外，仔仔也有阴阳眼，他也看到了病房里的异样。百明须愣住了一下，霍叔叔，仔仔还太小，经常看到那些东西对他心理影响太大，不如等我回去，让爷爷想办法先封住他的阴阳眼。霍秋令淡淡笑了下，我也准备等会儿和你去一趟百家，找百伯伯帮忙。天已经黑了，霍秋令先带着2个孩子去了一家餐厅。仔仔虽然还有些困，但被人间奶爸叫醒吃晚饭。坐下的时候，霍秋令才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仔仔对不起，
爸爸白天忘记带你吃饭了，没关系。仔仔一般白天都睡觉，晚上才开始吃饭玩。仔仔白天不饿的，因为他在医院里吃了不少鬼东东，饱得很。霍秋令想起了宋清说的仔仔黑白颠倒，这绝对不行，毕竟不健康。百明须先他一步开口，仔仔要白天玩，晚上才睡觉，不然会长不高哦。仔仔睡眼朦胧的，他吓得一个机灵清醒了。那仔仔以后白天玩，晚上睡，仔仔要长得高高的。霍秋令被仔仔天真的话逗笑了，而百明须注意到霍叔叔的笑容时，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要是司景、司爵和司晨兄弟三人看到，估计会怀疑这人是不是他们亲爹吧。吃过晚饭，霍秋令带着两人驱车到了百家老宅。百家老宅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，仔仔很喜欢这边，因为这边和地府他住的地方差不多。白老爷子知道霍秋令过来，早早等着了。看到奶团子瞬间，白老爷子眉头皱了一下，又极快松开，却没被霍秋令错过。他笑着介绍：“伯，这是我女儿，叫明仔仔。”白老爷子惊了一下，姓名。霍秋令点头，怕女儿姓氏有什么问题。百家既然有沟通阴阳之能，霍秋令不免多问两句。白老爷子笑着摇摇头，不是姓氏有什么问题，而是很多年不曾听到这个姓，一时有些惊讶。最让他惊讶的是，这个奶团子他居然看不透，还让他隐隐畏惧。一个奶团子正笑容软萌，满脸好奇地瞅着他。百明须也看出爷爷神色有异，他主动开口：“爷爷，霍叔叔说仔仔能看到那些东西。”白老爷子拧眉：“这奶团子能看到吗？”白老爷子坐不住了：“仔仔让爷爷仔细看看你。”仔仔虽然疑惑，但非常信任奶爸和明须哥哥。好呀，奶团子声音软嫩嫩的，看模样最多3岁半。白老爷子指尖刚触碰到奶团子眉心，不等天眼打开，一股渗人戾气反噬从奶团子眉心窜出。白老爷子痛得脸当场变色，仔仔连忙伸手捂住脑门，同时捂住了百爷爷点着他眉心的手指。百爷爷，爸爸说不能碰仔仔额头哟，会很痛的。白老爷子确实痛，但似乎因为奶团子按住他手指，刚才瞬间锥心刺骨的疼痛似乎只是假象。霍秋令马上想到仔仔的亲生父亲，那位也知道仔仔情况特殊。再看白老爷子面色发白，霍秋令忙询问：“伯，您怎么样？”白老爷子面上神色变幻不定，不过瞬间疼痛，他面色已经苍白如纸。他知道如果不是仔仔忽然出手，他是什么结果不好说。什么样的阴阳眼，居然这么凶悍？白老爷子心神震动，原本打算收奶团子为徒的想法瞬间消失。这么强悍的力量，他拜师还差不多。还有刚才那瞬间触碰，他发现一个异样。明须，你带仔仔去玩玩，爷爷和你霍叔叔有话要说。百明须眸中闪过一抹担忧。好的，爷爷。仔仔一听能和明须哥哥去玩，乐得马上笑起来。随后两人去了书房。霍秋令薄唇微抿：“伯，是仔仔有什么问题吗？”白老爷子点头：“这孩子你从哪里遇到的？”霍秋令没隐瞒：“在我家庄园后山的大槐树下，是华恩孤儿院的孤儿，我已经正式收养他。”白老爷子皱眉：“孤儿和大槐树下有做过体检吗？”虽然他们百家人能沟通阴阳，但也相信自然科学。霍秋令声音平稳：“暂时没有。”伯，有话您直说。白老爷子点头：“秋令，这孩子我虽然看不透，但刚才那瞬间触碰告诉我，这孩子命中早夭，按理来说现在不该还活着。”霍秋令瞳孔微缩：“早夭？”白老爷子伸出自己右手食指，食指指尖一片漆黑，好像被什么狠狠灼烧过。他体内有禁制，非常霸道狠辣，我这样的修道之人根本不能强行触碰。霍秋令沉默了几秒钟，在出生时非常果决，无论如何，仔仔现在是我女儿，我绝不会允许她早夭。看霍秋令态度坚决，白老爷子知道他为什么而来，他的阴阳眼我爱莫能助，等我家老太爷出关后看看吧。霍秋令起身道谢，两人又聊了会儿，之后两人才出书房。在回去的车上，仔仔发现奶爸情绪比较低落。爸爸你怎么了？霍秋令抱着奶团子：“仔，爸爸一定会让你平安长大。”仔眨巴乌黑的大眼睛有些迷茫。爸爸放心，仔也会让爸爸长命百岁的，有他在，谁都不能伤害他的奶爸。还有3个哥哥，仔也会保护他们。奶爸这么照顾他，当然也要照顾奶爸的家人。医院的坏阿姨就算了，但3个哥哥他必须保护好。到了庄园，一直在等着爸爸回来的霍思辰拉开车门，就听到奶团子要保护他们的话。奶团子你谁啊？霍秋令面对儿子是另一张脸，神色淡漠说道：“霍思辰，这是你妹妹仔。”霍思辰僵了一下，听到亲爹的话，他一时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妈妈在医院住院3个月了，上哪里给他们生个妹妹来？爸爸你是不是想闺女想疯了？这是抱了谁家闺女回来说是我妹妹，还叫仔，被人家亲爹知道你喊人家闺女仔，当心人家当成一个笑话。但对上亲爹冰冷的眼睛，霍思辰瞬间闭嘴。仔看看奶爸，又看看车外的小哥哥，看两人五官有些相似，瞬间确定了外面小哥哥身份，哼哧爬下车。你是仔的小哥哥对不对？我是明仔，今年3岁半了。霍思辰小朋友被可爱到了，但他有些小傲娇，根本抹不开面子，说话时变得结巴起来。才3岁半啊，好好小啊你。仔小大人般严肃点头，确实太小了，所以还要来找爸爸。不过小哥哥放心，仔虽然小，但保护爸爸和小哥哥你们绝对没问题，能给你们养老送终的。奶团子在地府听到最多的就是人就这么没了，连个养老送终的人都没有，100年之后连个上坟的人都没有，所以在仔心中，除开性命，自然就是养老送终最重要。霍思辰快速看向亲爹，养老送终吗？爸，你该不会抱了个傻子回来？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亲爹直接呼了后脑勺。仔是你妹妹，有你这么说自己妹妹是傻子的哥哥？霍思辰那叫一个委屈。可是爸，他说要给我还有我的子孙后代养老送终，他咒我。奶团子一脸懵逼，没有啊小哥哥，我说的是实话，仔真的能给你子孙后代养老送终。霍秋令温柔地牵过仔肉乎乎的小手，仔别理你小哥哥，爸爸带你进去见你二哥哥。这确定是他们那个冷酷淡漠的亲爹。霍思辰忽然转身拔腿往客厅冲，边冲边冲，里面扯着嗓子吼：二哥你快下来看呀，咱爸魔怔了。结果没想到奶团子速度更快，奶团子肉嘟嘟一团，居然已经窜进了客厅，抱住了一条大腿。小哥哥，咱爸爸没有魔怔，咱爸爸好着呢。霍思觉伸手将奶团子从腿上拎起来抱进怀里，你就是仔，我们家的新成员。哥哥好，我叫明仔。
霍思辰依然扯着嗓子吼：“二哥，你快别抱他，他脑子有问题，说要给我还有我子孙后代养老送终呢。”仔仔傲娇的抬起下巴：“二哥哥，仔仔真的说的是实话，仔仔脑子好着呢，没有问题。倒是抱着他的这个二哥哥身上有些不正常，他在二哥哥身上嗅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的味道。”奶团子抱着二哥哥的脖子，冲着他脸颊吧唧就是一口。奶团才不管他呢，先打上他仔仔的标签，妖魔鬼怪谁敢再对他的人动手，他会发飙的。后面进来看到这一幕的霍秋令心都提了起来。老二有非常严重的洁癖，而且性格乖张不羁，看似温柔好说话，实则是3个儿子里面最不好相处的那个。霍秋令大步上前把仔仔抱了过来：“仔仔是喜欢你。”霍思觉缓过神来，手指在脸颊上轻轻一划，意识到那是什么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哪怕是脱跳的霍思辰都忍不住小声替奶团子解释：“二哥，仔仔还小，你别和他一个奶团子一般计较。”霍思觉嘴角动了动，额角青筋突突直跳。奶团子忽然盯住他头顶，看到了极浅极浅的黑雾。“二哥哥，你最近是不是撞鬼了？”霍思辰沉重无脸：“仔仔你这样说，我都要救不了你了。二哥有2大禁忌，第一就是洁癖，第二就是和大哥一样，对鬼神之说嗤之以鼻，谁提跟谁急。”霍秋令听到仔仔的话，眼色却沉了下去。仔仔有阴阳眼，一定是从思觉身上看到了什么。思觉回答你妹妹的问题。霍思觉忽地嗤笑一声，眼底的戾气和恨意肆意疯长。妹妹，她算个什么东西？霍秋令面色沉下来，刚要发作，就听到奶团子软软出声：“仔仔不是东西，仔仔是仔仔。”看到二哥哥眼底的戾气肆意疯长，整个客厅里阴气在瞬间开始暴涨。仔仔软嫩嫩的手指贴在二哥哥眉心，轻轻一点。霍思觉有种额头要被捏碎的错觉，但那股厚重感却骤然消失，浑身轻松的不可思议，眼底戾气与恨意也跟着消失。他有些疑惑地看向奶团子：“仔仔。”奶团子奶声奶气问他：“二哥哥，你最近去了什么地方吗？”边上霍思辰眉头皱起来，有些不痛快。舅舅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去了一趟郊区别墅，那边都废弃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让二哥跑一趟。霍秋令危险眯眼：“又是张家。”仔仔心里默默记住了，郊区废弃的别墅，等晚上爸爸哥哥们都睡着了，他要过去瞅瞅。看奶爸神色阴沉：“爸爸没事的，仔仔会保护你们的。”霍秋令忙将脸上阴沉之色掩去，这种情绪不适合让仔仔看到，然后居高临下看向霍思觉。霍思觉连带着脸颊上的口水都不介意了：“仔仔对不起，刚才是二哥哥不对，不关二哥哥的事，是有坏东西干扰二哥哥。”霍思觉扬眉：“坏东西？”奶团子还想说什么，霍秋令转开了话题：“仔仔刚回来，我先带他上楼去看看他的房间，顺便再好好跟仔仔说说，他能看到乱七八糟东西的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。不是不信任自家儿子，而是因为3个儿子和张家那边关系还算不错，他怕张家人通过他的儿子们在算计仔仔。”霍秋令抱着他走后，霍思辰揉揉眼睛：“二哥，咱爸是不是真的魔障了？”抱着个奶团子，稀罕的跟得了什么绝世宝贝似的。霍思觉双手环在胸前：“但这样挺好的不是吗？”说完便往外走去。霍思辰可不想一个人面对严苛的亲爹，连忙跟上去：“你干嘛去？”霍思觉脚步不停：“回来的突然，现在去给仔仔准备见面礼。”“我也去。”仔仔被奶爸抱回了卧室。奶团子有些诧异：“仔仔不自己睡吗？”霍秋令一眼看穿仔仔的小心思，一时有些好笑：“小家伙想什么都写在脸上，只差扯着嗓子告诉他，我还没玩够，我还想去别处玩，我不要睡觉觉。”霍秋令就当没看出来，但他还有事需要处理，就先离开了。庄园安全措施极好，黑白颠倒也不是一下子能改过来，他不能逼得太紧。奶团子睡在奶爸的大床上，左翻右滚，挪着挪着，有什么东西缠上了他的脚丫子，熟悉的阴气开始在卧室里弥漫，满眼都是稀奇，这肯定是个新飘，不然没有哪个飘敢随意抓他。阴森鬼气幽的扑向他，奶团子直接张开嘴巴，嗷呜一口咂吧干掉了。与此同时，张家别墅2楼某处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奶团子并没有将所有黑雾全部吞噬，而是留下了一丢丢。趁着黑雾逃走的瞬间，奶团子身轻如燕跟了上去。奶团子追着黑雾到阳台，动作没有丝毫停顿，从3楼阳台一跃而下，落在地上没有发出丝毫动静，然后如同午夜幽灵一样，跟着黑雾一起消失在森然夜色中。可很快罗管家就被告知小姐不见了，而此时仔仔已经来到了医院住院部。百明须连忙跑了过来：“仔仔你怎么来医院了？”奶团子指向坏阿姨所在的病房：“有那些东西。”百明须是白天留了个心眼，晚上发现医院这边有情况才急匆匆赶来，没想到奶团子居然也来了。是霍叔叔出了什么事吗？奶团子笑眯眯摇头：“爸爸好着呢，要有事的是楼上的坏阿姨。”百明须诧异：“为什么？”奶团子小眉头欢快地飞舞着：“因为坏阿姨被反噬了，很快要倒大霉了。”百明须手指从额前抹过，再抬头看时，张晶所在的病房外鬼气森森，显然要出事。他知道有问题，没想到问题这么大。霍叔叔还在查3个月前张阿姨车祸的事，张晶作为当事人之一，绝对不能这么死了。百明须想到这里，抱着奶团子快速上楼。奶团子趁着他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，张开嘴巴深深吸了一大口，浓墨般的黑雾被尽数吸过来。电梯门合上瞬间，百明须察觉到森然阴气扑面而来，他刚抬起手就被奶团子抱住了脖子。明须哥哥，还没按楼层呢。百明须忙按楼层，吸过来的森然鬼气被奶团子吞入腹中，浓郁醇厚，瞬间饱饱的打了个饱嗝。百明须下意识给奶团子顺了顺小背，双眸却锐利地扫向整个电梯。电梯里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仔仔怎么了？明须哥哥，仔仔可能吃太饱了。百明须愣了一下，脸上露出宠溺的笑容来。那等会儿明须哥哥处理完这边的事，带仔仔走走消消食，这事有得完。感谢必须要有亲亲。奶团子冲着明须哥哥的脸颊就吧唧了一口。电梯门打开，少年眼底的宠溺，在看向干干净净的走廊时变成了惊愕。森然鬼气呢？好像和上次一样。明明在楼下看时，楼上黑雾浓郁，阴气冲天，但是上来后不管他怎么查看，一片窗明几净，格外干净。百明须忍不住喃喃自语：难道我看错了？奶团子有些心虚，他刚才一口直接将那些不听话的鬼东西全干掉了。可爸爸说过，不能让人间的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毕竟人界是人界，地府是地府。奶团子眼珠滴溜溜一转，
指了指坏阿姨所在的病房。明须哥哥，你是上来找坏阿姨的吗？百明须注意力被拉回来。对，我们悄悄过去看看。两人快步走到病房门口，刚要轻轻推开房门时，发现房门并没关紧，里面有说话声传了出来。奶团带着浓浓的不解和不满，听到里面传来：“妈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”奶团子大眼睛瞪得更大，小奶音压得很低：“是二哥哥。”紧跟着又听到了三哥哥带着哭腔的声音：“小姨都走了3个多月了，我们都理解你们感情好，但是大晚上你割腕自杀，你要抛下我们吗？”坏阿姨虚弱的声音跟着传出来：“妈妈不是故意的，妈妈就是一时魔障了。”病房里张晶眼底划过一丝阴毒，因为被反噬，她现在身体极度虚弱，刚才又以血喂养那种东西，如果不是思觉和思辰来得及时，估计她浑身血液会被那东西吸干。思觉，妈妈有些饿，你能帮妈妈买些吃的回来吗？让思辰留在这里陪着我就行。霍思觉看着他憔悴不堪的脸，格外心疼。好，我马上去买。说完又嘱咐弟弟：“思辰，你一定要守好妈妈。”霍思辰忙点头：“二哥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”霍思觉起身出了病房，看到站在门外的百明须和奶团，他眼底划过一抹诧异，他下意识看向两人身后，并没有看到爸爸。霍思觉刚要说话，百明须冲他摇了摇头，哪怕霍思觉不明所以，因着霍家和百家的关系，还有奶团的存在，他还是选择没有说话。霍思觉顺势将奶团子抱了过来：“爸爸呢？”奶团子声音细细的：“爸爸在家呢，仔仔是自己过来的。”然而病房里传来重物落地的声音，霍思觉想都没想，抱着奶团子冲了进去。百明须却是站在门外等着，眼神警惕地看向四周，依然干干净净，没有丝毫鬼气，一点都不正常。霍思觉看到倒在地上的人是思辰时，满脸不敢置信：“妈妈，思辰怎么了？”张晶没想到霍思觉去而复返，而且还带了奶团子进来，难道霍晨令来了？他将双手藏在背后，冷静地不答反问：“你爸爸呢？”霍思觉没多想，连忙查看弟弟的情况，后脑勺肿起一个大包，这是被打晕的。他蹲下去检查霍思辰情况的瞬间，张晶再次抄起烟灰缸，狠狠砸向霍思觉：“二哥哥小心，快侧头！”霍思觉不解，但还是迅速侧头，就看到女人拿起烟灰缸狠辣地向他后脑勺砸过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奶团子像小炮弹一样冲过去，伸手就是一拳，张晶被打出去好几米远，重重地撞在墙壁上，当场昏厥。百明须看到张晶抬起烟灰缸时就冲了进来，结果被奶团子抢了先。看到张晶被奶团子一拳打飞，他又猛又惊，身体比大脑反应更快，冲过去后第一时间告诉霍思觉真相：她不是你妈妈，她是你小姨张晶。霍思觉整个人好像被什么定住，面部表情僵硬。百明须担心思辰，也顾不得这个消息会给霍思觉带去多大冲击，迅速按了呼叫铃。医生护士来得很快，张晶和霍思辰很快被推进手术室。霍晨令接到思觉电话，连忙赶来医院。此时霍思辰人已经醒了，当得知真正的妈妈已经不在的时候，哭得撕心裂肺。霍晨令他什么都没隐瞒，将车祸的情况说了一遍。在他心中，哪怕儿子再小也是男子汉，该知道的总要知道。霍思辰听完之后怒了，所以是小姨害死了妈妈。霍晨令淡淡出声：“证据不足，他们处理得很干净。”眼眶通红的霍思觉终于开口：“他们处理得很干净，不止小姨一个人。”霍晨令赞赏地看儿子一眼：“还有你们外公外婆和大舅。”而霍思辰就比较冲动：“我现在就去找外公他们。”霍思觉一把抓住他后衣领：“现在去找他们，能让咱妈活过来。”奶团子在心里默默算着时间，人家妈妈死了有3个多月了，人家奶爸家里有的是钱，哪怕是以小姨的名义安葬，瞧着也不差钱，应该不用排队就投胎了。不过他私下可以问问冥王爸爸。正好医生护士推着还在昏迷中的张晶回来，霍晨令嘱咐2个儿子照顾好仔仔后，百明须早就出了病房，一直在外面等着。仔仔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之前这边阴气浓郁，万一阴气入体，仔仔年纪小，少不得要大病一场。奶团子脑袋一歪：“明须哥哥，仔仔很好哦。”霍思觉敏锐察觉到百明须话里有话，明须为什么这么问仔仔？奶团子软萌萌地看着二哥哥，因为仔仔和明须哥哥一样，能看到定居在地府的居民啊。兄弟2人对望一眼，异口同声：“那能看到咱妈吗？”奶团子摇头：“看不到了。”霍思觉却想得更多，所以仔仔，你刚才上来时，是不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？黑雾，看到一些黑雾，黑气森森的。霍思觉瞬间嘴角抽了抽，这世上居然真的有那些东西。霍思辰没明白过来，左右看了看，哪里来的黑雾？我怎么没看到？霍思觉揉一把傻弟弟的脑袋：“明须，要不你再帮仔仔仔细看看。”奶团子忍不住又在原地蹦跶了几下：“二哥哥，仔仔真的没事，那些东西伤不了仔仔，她可是地府唯一的小公主，哪个不长眼的鬼东西敢欺负她？”奶团子没忘记出来的目的，有二哥哥在，都不用他找郊区废弃的别墅在哪里了。奶团子看二哥哥的时候双眼放光：“二哥哥，咱们现在就去你之前去的郊区废弃别墅吧，那边肯定有问题，我们过去看看。”霍思觉他低头看手表，到那边估计差不多凌晨。奶团子抱着他脖子奶声奶气撒娇：“二哥哥好不好嘛？我们一起去啊，那边真的有问题，你是不是不相信仔仔？”霍思觉瞬间投降：“我给爸爸发条信息，说我们去明须那边住。”奶团子嘿嘿笑着，4人就出发了。就在去别墅的路上，兄弟2人送小奶团礼物，二哥哥送房，3哥哥送车，百明须更是送出祖传玉佩，而小奶团则是用自己的血按着他们的额头，这样坏东西就不会伤害他们。霍思辰一抬头，顿时被吓得扯开嗓子尖叫，和前方一个正在给自己装脑袋的黑影四目相对。霍思觉怒视傻弟弟：“大半夜的你鬼叫什么？”霍思辰说话都哆嗦：“那个人没脑袋。”霍思觉无语：“我看你没脑子，
可下一刻他听着声音跟着回头，卧槽，好大一群伤残人士！他怕不是眼睛出问题了，或者脑子出毛病了。奶团子后知后觉才想起一个问题，他的血能让地府居民忌惮，但在给正常人吃下的同时会直接打开对方的阴阳眼，看到他们原本看不到的东西。奶团子有些心虚，连忙伸手捂住哥哥们的眼睛，哥哥们莫想不看。霍思辰哆嗦着都要哭出来了，仔仔这个怎么莫想不看？这是我不想看他们就能不存在的东西吗？奶团子非常认真点头，三哥哥，你快莫想什么都没有。霍思辰一双眼睛不听话的四处乱转，四面八方都是缺胳膊断腿的玩意儿，甚至还能听到那些玩意的对话。王说谁敢对孩子下手，弄死咱家的祖宗18代，快跑！浓郁的阴风刮过，整个世界安静极了。百明须正准备战斗呢，那些鬼东西们一个个跑得没影了。奶团子松开手，有些心虚的瞅着吓得直哆嗦的三哥哥，三哥哥他们都走了，你还好吧？霍思辰一把抱住奶团子，嗷呜嗷呜直叫唤，三哥哥都快吓尿了。奶团子更心虚了，三哥哥对不起，仔仔不是故意让你们看到那些东西的。霍思辰抱着奶团子嗷呜嗷呜亲了2口，和仔仔没关系，是三哥哥胆子太小了。霍思觉想得多，眼神一直在奶团子身上转悠。仔仔刚才到底什么情况？奶团子有些委屈，是因为仔仔刚才一不留神给你们开了阴阳眼。两人一脸震惊，啥阴阳眼？我也能有？明须哥，你们百家的阴阳眼不是可遇不可求，都快断了传承吗？你们这一代都只有你一个。百明须也纳闷，仔仔明显与众不同，他觉得怪怪的，但没说出来。奶团子眨巴眨巴大眼睛，三哥哥这个能控制的。霍思辰重重呼出一口气，妈呀，紧张死老子了！结果什么都没有。1个半小时后，四人在一片废弃楼盘前面的平地停下。霍思觉四处打量，哪怕什么都没看到，但直觉提醒他这边有问题。仔仔为什么二哥哥看不到他们？奶团子瞅了一眼，不远处在杂草丛中破败荒废的别墅群，漆黑的眸子穿透层层墙壁，看到一团团几乎与墙壁融为一体的黑影。二哥哥，他们藏起来了！冥王血一出，方圆百十公里的妖魔鬼怪哪个敢随便冒头？如果不是这边有阵法牵引，他们早就逃之夭夭。百明须皱眉，藏起来了。奶团子盯着远处的墙壁点头，就在别墅里面的墙后面。明须哥哥，你没看到吗？百明须察觉到那边有阴气，而且很浓烈，但他到底是个人，没有奶团子那种木能穿墙的本事。听着奶团子的话，百明须开始自我怀疑，他被玄学界奉为年轻1辈的天才，可是和奶团子比起来，他真的啥也不是。百明须从身上拿出几个符赛给兄弟俩，你们在这边等着，我过去看看。奶团子急急出声，明须哥哥，仔仔也去。霍思觉和霍思辰同时出声，我们一起去。百明须摇头，不行，太危险，那边阴气浓郁，东西应该不少。